开荒牛就想到了深圳。它不仅能触摸到岁月的艰辛、拼搏、风情与精神，还可以是几代人的回忆啊。所以潘克先生曾经就说过，好的艺术作品应该是面向人民的，应该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公共的价值。那么看珠海的鱼鳞鱼，我们这给它混搭了，又把那个日月贝，它其实还没有完全在一起，但从画面太散了，就给它组合在一起。你看这里面的小人很小，啊，要显得人是画面点睛的，虽然不大，它富有生命力，所以画面有没有灵动，就看你人在画面里面的点景能不能点出来。你看，我们又加了很多海鸟在旁边飞，都是一种营造诗意的现代城市。珠海被称为宜居的城市嘛，啊，这是航展的刚才定的时候我们这样画，但是我画的时候就是跟做视频的讲，你一定要我的飞机能动，所以它可以飞来飞去。好，这个就是港珠澳大桥了，这个是18年通车的，所以它是叫圆梦桥、同心桥、浙心桥、福星桥。稍微点一下，我们在画这个画的时候，我才知道，港珠澳大桥是沉到有一段是沉到海底的，沉到海底的那个头，它是做成那个蛇形、方形、菱形，它像用蛇的，代表着小龙，小龙入海。就代表着龙还要腾飞，所以它有寓意的。它做成了，这是一个巨龙要腾飞的。你看到了这边来是，所以它就犹如在海上卧着一个龙，它有创意的，不是说只是画一个桥就通了，它有造型也有寓意。啊，我们可以再展开，港珠澳大桥它的那个口啊，那个通关是一个如意的造型，所以我们说了，一桥连三地啊，如意来牵手。曾经的林地洋大家都知道，以前读过南宋历史的都知道了啊，那是一个很沉重的历史。但是今天是一个腾飞的景象啊。好，我们看，这就是个如意的造型啊，这是清华美院的一个教授设计的。所以说，如意的造型，一地三通，如意来牵手，就是说我们跟港澳同胞应该是一个圆融的，而不是这个我大你小，我们就是一起的。所以要做成了如意吉祥的这个意思，它有美好寓意，象征着三地的紧密的合作与顺畅的连通。那么这次是香港的那个大埔的火灾，我们深圳这个救援的就马上可以派人，那这个就体现了沪港这些通是不是这些啊深港通合作是吧，都是一种具体的体现。那所以我们澳门也是要画的，这个就画了几个地标：大三巴、妈祖庙、电视塔，还有它的一个教堂啊。那么香港肯定是要画会展中心呐，是不是啊？中环呐、中银呐那些啊，一个这个太平山嘛，对吧？好，我们再看看我们这个中山，我们画了个温泉宾馆。为什么要画温泉宾馆？因为邓小平来深圳考察的时候，他就是住在中山温泉。传说当时温泉宾馆后边有一个叫罗山卫山，小平同志呢就住下榻了以后，就很多领导就陪他登那个山，也不太高。走到一半的时候，人家说小平你年事已高，在手上就会不会有点辛苦啊？其实当时深圳改革就是遇到了瓶颈，很多人都提出质疑。那小平就借了一个说：“我从来不走回头路。”啊，那他就说非要走上去，再从别的地方下来。后来马上就把这句话。所以在这个温泉宾馆里面有2块石头，一进门有个打横的，宾馆的后边上山都有个打竖的，我们都要做一个这些文字和图像的收集。那么这里画一个温泉的宾馆。跟这个都是跟改革开放有一定关联，所以我们不是乱选的。好，这个就是一个讲的，这个就是属于江门申遗在世界这个遗产的是吧？开平它有碉楼，我们这个就把整个江门的一些碉楼最重要的全部合到一个画面里面了，跟赤坎古镇融为一体啊。这是举，你看这个人一点点小。只有小指盖骨高，没有大拇指高。那你看每个人有拿相机的，有在那个卖点文创产品的，
有穿着汉服的女孩，这个大家看都有啊。虽然画面不大，你都要平时收集这方面的素材啊。这个就是刚刚那个叮当当的那个车啊，它那个吊桥在里，火车一来，它就桥就架下来了，一走了，一升船又可以开过，所以隔一段时间就升升降降，就把古镇的新貌给它呈现出来了啊。这个都是别的瑞士楼，是别的可能是台山的很出名，我们都给它放到这里来了。无人机在农田里边，我们再画了一点非遗的，你看唱越剧的，这是佛山的主庙，唱越剧的，里边有打武术的，有舞狮的，都是把非遗的集中在主庙这里来了，那么我们再快速的就不再展开草图一个过程啊。年初就是接了任务，就是省政协主席，然后就开始，首先要有一个草稿。